土耳其野心暴露，宣布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并且正在和俄罗斯协商。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又在亚阿冲突中给阿塞拜疆大力支持，现在又想在俄罗斯邻国驻军，俄罗斯能同意吗？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土耳其提出来，就是要在阿塞拜疆建立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那么这个话传出来之后呢，同时又做了一个补充，就是当然我们要征得俄罗斯的同意只有俄罗斯同意了，我们才能够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但是呢，土耳其已经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呢谈了这个问题双方呢也都有这个意向，就是阿塞拜疆同意土耳其在他的这个国土里边建立军事基地可能是空军的这样的机场起降这种战机无人机建这么一个基地。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土耳其要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呢？因为像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军事冲突我们都知道，这个土耳其是对阿塞拜疆提供了军事援助的，是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的，包括这种无人机还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这土耳其都提供了。那么在现在呢，一方面他要巩固自己在就是阿塞拜疆的这种影响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更进一步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部署到阿塞拜疆里边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土耳其而言，它是扩大了自己的这种影响力，特别是制衡或者是压制了亚美尼亚，因为亚美尼亚对这个过去土耳其的一些历史问题是持批评态度的，跟土耳其的关系是不好的。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在这个阿塞拜疆部署了军事基地之后呢，等于是从两边，就是从土耳其一边还从阿塞拜疆一边呢更进一步的威胁这个亚美尼亚。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毕竟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问题呢，这个是苏联的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对于俄罗斯而言呢，他也觉得非常棘手他不愿意就是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这个国家里边呢选边希望他们能够和平相处。不然的话呢，这个他自己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话呢，那不利于自己和这两个邻居的这种关系和睦相处。所以呢，他不愿意这个支持任何一方。但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土耳其提出来了，我要在阿塞拜疆里边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那很显然是支持的，因为土耳其起码是北约国家吧。再有一个，如果他能够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的话，那北约的这个军事力量就等于是扩展到了阿塞拜疆，那这就等于是北约东扩的进一步的推进或者持续那对北约当然是件好事了，因为这样的话呢，俄罗斯的这个缓冲的战略空间会进一步的被压缩。所以土耳其考虑，虽然是土耳其自己打的小算盘自己的影响力扩大，但是呢，他认为会得到北约的支持。那么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他要征询一下俄罗斯的意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处于一种比较难办的境地不愿意支持任何一方。可是你说这个如果反对吧，就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两个国家已经达成了相关的意愿了，那要是反对的话呢，那必然要得罪阿塞拜疆所以呢，这就出了一个难题。那如果同意呢，这个土耳其的势力就扩过来了，北约的势力就扩过来了。不同意呢，你看这个会得罪其中的一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土耳其认为，就是在这种时机、这种背景下，如果自己在阿塞拜疆搞军事基地，更容易达成自己的这种目的，就是影响力又扩大了，军事基地也出去了，北约也支持，俄罗斯呢也同意了自己就名正言顺的在国外建立起了军事基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然的话如果没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冲突，不然的话没有这种北约东扩的政策，
那么没有这种俄罗斯的两难的境地，那么他想在阿塞拜疆搞一个军事基地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时机，所以土耳其提出来要在阿塞拜疆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啊，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